各位好，欢迎您收看小稿新闻网。今天早上，台北一名工人于工地发现一名死者，死者为身穿鲜黄色上衣、身形矮短的萧姓设计师，疑似在工地进行场勘时因不明原因导致身亡。由于案发现场疑点重重，警方与劳检处已前往调查。截至本报截稿前，警方尚无正式回应。本台将为您持续追踪此案进度。我们大概是2个小时前发现尸体，现场没有发现凶器，监视器也没有拍到可疑的人物，是感电死亡。北离熟知肉团的所有事情及行为模式，无论再小的细节，一个眼神、一个呼吸，都逃不过他敏锐的观察。我是劳检处的检察员，请问你是？我知道你是谁，不用找了，这死因我已经知道了。现在室外温度超过30度，离这里12公尺处有一家饮料店。根据我对六团的了解，他一定会点了他最爱的无糖绿正常冰。进到工地之后，就随手把饮料放到地面，空气中的水汽接触到杯子的表面，低温凝结成水滴，积水流到地面，触碰到暴露在外的电线，加上肉团没有戴防护手套，拿饮料时瞬间被电击而死。这推理完全错。嘿，这栋楼根本就还没有通电，而且都有装漏电断路器，不可能是电死的啊！可恶！啊，我知道了。根据我在家里看到肉团画的设计图，在这个空间里面有一个吊挂的水管，这个空间高度280公分，肉团是到100公分，要测量距离，它一定会用到合体。而就它粗心的个性，一定没有戴安全帽，而且在测量距离时一定会站在梯子上移动，但因为它的脚太短，导致重心不稳摔肉，头朝下撞击水泥地而身亡。Nope。那个合梯是我们刚刚带来，为了勘察场地用的。我知道了，早上8点40分，刚好是手机游戏更新每日任务的时候。就他对游戏狂热的程度，一定是边走路边刷手机。这个洞口没有设护栏，直径又刚好大过肉团的肚围30公分。没注意到洞口的他一步踩空，完美的穿越洞口，头部重击水泥地身亡。那个洞原本有设护栏，也是刚刚警察为了调查才移开的。那是地下沼气外漏毒死。这里是开放空间啊，被工程维修车撞，这里没有维修车哦。外漏电线走火被杀死。刚刚就说这里没有通电了，那一定是他杀。监视器看过，没有人进出。溺水，这里根本没有水。被熊咬，熊吃到过期的食物，被核子弹炸死。是在哈喽。好了啦，我看我们就把尸体交给法医鉴定死因好了。怎么可能？我应该是最了解肉团的人啊！竟然……可怜了，以为多强呢？推理了老半天，根本什么屁都没有。好喽，大家辛苦喽，今天就先这样，我们等报告出来吧。等一下，我知道了，一切的谜底都解开了。我知道肉团是怎么死的了，凶手就是我吗？不是你身后的木条。就我对肉团的了解，以他懒惰的程度，他看到堆在走道上的木条，一定会因为懒得绕路，就直接从木条上面爬过去，然后因为肚子过大挡住脚前的视线，一脚踩空。依据他面朝上来判断，死因是坠落，从后方撞击而死。哼，真是漏洞百出的推理啊！照你这个逻辑，会击中的也是背部，不会是头部啊？没错，对一般人来说这是背部，但对肉团来说，这可是他的头部啊！谜团终于解开了，肉团的死就是从木条上失足坠落，撞击头部而死。你拥有多年的专业，对一般常人的职业灾害了若指掌，所以调查这个案子时，你直觉地用正常伤害标准来判断案情，但这也相对成为你的致命伤。你忽略了肉团根本就不是正常人的体态，因为一般人只有身体顶部才有的头，他根本全身都是啊！这下你无话可说了吧，检察员？可恶！你说的对，我输了。等等，我只是检察员，你该抓的是工地老板吧？
啊，我就怕被骂啊。